女嘉宾小叶21岁，来自安徽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了多久啊？快1年了。都是学生是吧？对。在一学校吗？不在一个学校。啊，在一个城市吗？也不在一个城市。异地啊？对。哦，咋认识的？我们俩是去年暑假的时候在老家溜冰的时候一起认识的。旱冰还是真冰？对，就是轮滑。哦，轮滑。啊，谁主动搭讪的谁啊？我。当时嘛，觉得这姑娘真好看。就让我一个朋友去问她，我自己胆子小嘛，不太敢问。然后他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啥的，然后确定了没有之后，然后我就自己去要她微信了。这也回答啊？没有，是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问的。哦，对，女性朋友啊，然后就要了联系方式。对，然后就开始聊天嘛。啊，然后发现其实咱俩各方面都挺合适，聊什么都能聊到一块儿。啊，然后喜欢做的事情啊又特别像。很志趣相投嘛，就觉得很难得，就跟他表白了，然后两个人也就在一起了。哦，然后就开学了，也过了一整个暑假吧，大概。暑假的时候一直都待在一起的。其实那段时间真的是一点什么问题都没有，在一起都很开心。然后但是回学校之后问题就来了。哪些问题呢？这个你得问他。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特别细心，对我也特别的好。我俩异地之后，就各自去学校之后，我就觉得越相处下来，我就发现他对我的好就不是只对我一个人，他对他身边所有的人、朋友、同学都一样的好，甚至有时候比对我还要好。这我还不太理解啊，就概念我懂了，你能举点例子让我理解一下吗？就像比如说，我说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我想你陪我聊聊天儿，他就会说。啊，我跟朋友约好了出去吃饭，他就走了。哦，那我跟别人约好了，我不能就是说因为这些事情就直接爽约就不去了呀。那你之前答应我的事情怎么都不做呢？你之前也答应好我的，你说你上半年把你的毕设弄好之后，你4月份就过来杭州陪我，一直陪我到5一，我们一起回老家。你后来呢？你把学校事情弄完之后，你过来陪我了吗？过来了呀，只是时间推迟了一些。他跟我说4月初，然后等到4月中旬，还是我一直问他，你啥时候过来陪我？你之前不答应好了陪我吗？他才过来的。啊，在毕业嘛，那个毕业论文啊、毕业设计啥的都很麻烦的，不是我自己计划是那样，然后他实际的就一定是那样，延期了，然后他就很不高兴，觉得我答应他的事情做不到，他就不能理解我。你中间在学校你再弄答辩吗？你在学校不是和同学聚餐？出去唱歌，你就是和同学出去旅游，要不然就在宿舍打游戏。我们俩本来就异地恋，你在微信上多陪我说说话，我俩视视频，多感受感受我的情绪，可以吗？你什么都不干，还跟我说在宿舍太无聊了。我说你太无聊了都不能陪我说说话吗？不是，大家也要毕业了，那些聚会啊什么的，他在毕业期就是常有的事情嘛。你刚才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是说他经常不兑现答应你的事儿，对吧？对。这样的事儿还有吗？有，他答应我之后，我跟他闹了情绪之后，他过来了。啊。过来之后5天都没待到，我一个手都数得过来。啊。他就又回去了，他回老家了。啊。那次确实有事儿，我奶奶住了一段时间的院，需要复查，我父母忙，然后说，哎，那你回来就是带你奶奶去看看呗。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他当时就是同意啊。就让你去来的对吧？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他就很生气。他说他去陪奶奶，我不能不让他去陪吧？而且陪奶奶复查我肯定是同意的，毕竟是老年人，得照顾好自己家人啊。但你回去之后，你回去1周，你回去除了陪奶奶去了2次医院，你剩下的时间干嘛了？那他剩下的时间不是跟发小出去喝酒，就是窝在家里打游戏。这次他回去之后，在我一次情绪很激动，我给他哭了一整天。他哭了一整天之后，他才过来陪我。你当时我看你哭了，我也难受呀。我是不是立马就过去找你了？你原本答应我的那个时间是答应陪我的，你为什么非要等到我哭，非要等到我情绪爆发到不可控制的时候，你才过来陪我？那不是有事儿吗？他那次回来之后没待2天又回去了。回去之后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接到朋友一个电话，他有个女生的发小要结婚了，打个电话过来说，我周末结婚了，这一周你说好了陪我喝酒，
啊，应付朋友的酒局，你怎么不过来？他就跟我说，他朋友有点不高兴，说之前答应好了没回去。我说那你去吧。我当时心想，你要是再多问我一句，你想不想我去啊之类的话，我就跟你说我不想去。但是再过5分钟问他，我说你车票订了吗？他说订了，明天中午12点的。你如果说我去了你不高兴，你跟我说好，我跟我朋友那边再一说一下，那也就不用去了。而且我当时问了你那么支持我的时候让我去，我就去了。而且还是个女生发小，人家结婚你去什么呀？那我跟他都20多年的关系了，就从小一起长大的。这都不是重点。这么听起来就是你的眼里全是他，他的眼里还有朋友，啊。我觉得他对我不上心。哦，不上心哦。我是一个很敏感、很缺安全感的人，我就会比较注重仪式感这个问题。仪式感。我俩在一起1年了，这么多节日一个都没过成。啊。就说我俩刚在一起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精心的给他准备了很多东西，我就想好好的给他过这个节日。他当天都忘了还有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弄。然后他说的倒好，他说前几天我们不出去玩了吗？出去玩不就是过今天这个节吗？唉，你女朋友是不是特黏你？是。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有点头疼或者有点烦她，这么黏糊你？烦她不至于，但是真的有点头疼，因为他说我不陪他过节日嘛，是有原因的。我创业是做鲜花行业的，我所有的节日都在忙，但是他就会因为这件事情还冲我生气，我又要弄生意上的事情，又要应付他，我就很吃力的。那你没工作的时候呢？没工作。跨年那次你工作了吗？跨年我身边朋友全部成双入对去跨年了。我们俩本来异地，我不想着他来陪我，我就想，哎，咱俩视频跨个年吧，12点0几咱们就去睡觉就行。你那天白天答应好我了，对不对？你晚上又跟室友出去喝酒了，我以为你会稍微留一点清醒的意识给我吧。后来呢，回去之后一点信都没有了，就睡死过去了。当时确实是答应他了，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我可能喝的有点多，我我缓一缓，我躺一会儿，快到12点了，我再给你打过去，能给你一个惊喜，对吧？结果我真的躺着躺着就睡着了。所以女生觉得被忽略或者叫被忽视，是吧？你们俩这相处好像就这么争吵着过来的，是吧？差不多吧。没有什么快乐吧？我只有在身边的时候吧，就是少了很多问题才会快乐。所以实际上面在你的字典里面，你们这场恋爱谈的物理距离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对吧？啊，对。女生是想过分手吗？想过。我从一开始我不接受异地恋的。啊。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不谈异地恋。但是他当时给我的承诺是，他说他马上毕业了，啊，他可以去杭州陪我，我才答应和他谈恋爱的。哦，答应过？答应过。去呗。这个后来又跟后来的创业的那个形势有关系。我如果去杭州的话，是我一个人，然后面临着很多风险，自己的不确定性。然后正好我一那个发小联系我，他就是做的挺好的了，然后我跟他一起干的话就省很多风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是去杭州还是就是和发小吗？如果他让我选择去杭州，那么我就不要那份安稳，我也会去陪他。但他就又说的很支持我呀。然后我当时又被迷惑了，然后我就说那行吧，我就去了。所以男生的纳闷是，你怎么每次说的都是反话，是吧？对。女生的纳闷是，你答应我的事儿怎么没一件能做成的，是吧？啊，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开诚布公的谈呢？谈过。现在就告诉他，我就是想要你能做到曾经答应过我的事情。哎呀，你别绕了，姑娘，答应你什么就直接说。来陪我。就是下了节目去杭州陪你，一直陪到你毕业，然后你们再规划未来，是不是这意思？对。行不行？现在行不行？刚才还说呢，他如果说行不行？不行，因为我之前问他，他说那个时候，后来我已经跟合伙人都全部都投资好了，钱已经进去了。哦。那现在我要再走的话，我这不是成骗子了吗？那怎么弄啊？哦。是这样的，我们老家离杭州很近的，也就3个小时的车程啊。我可以周末去找他的，每个周末都行。但是他觉得我好像要天天陪着他，而且你自己事也多，对吧？上课上学，咱周末见面，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行，其实这段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你们听老师给你们分析，好不好？好，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
我是觉得是一个人如果承诺完了之后做不到，他内心至少要有愧疚，就不能肆无忌惮的说啊，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直面自己，我毕业了，我要追求事业，我以前答应你的事儿没法兑现承诺了，你就直截了当说这个话就完。这是第一个啊，我就跟你说的。第二个，姑娘，刚才那个严品豪老师说你情感的阈值太高，这话待会儿严品豪老师会再跟你说啊，让他解释。我呢看到你另外一个问题叫什么呢？叫痛苦的阈值太低。解释一下很简单，就是你太容易痛苦了。我相信你后来说我不谈异地恋这句话也是因为于此，因为你很了解自己，你很容易陷入某一种痛苦。你的恋爱是一种什么恋爱的方式呢？是一种我说叫筑巢式的恋爱方式。就你爱上一个人之后，你就开始筑巢了，你想把那个窝给搭好，这个窝我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可以粘在一块儿。你搭的这个窝对他来说像是个囚笼，其实很明显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跟你待在一块儿，至少不像你那么喜欢跟你待在一块儿。其实对于像他这样刚刚毕业，他是有压力的。我还没创业呢，我还没准备踏入一个家庭呢，你突然之间把那个窝给搭那么好，什么一根一根的那个牢笼都已经竖起来了，好害怕呀。然后呢，他越害怕越远离，你就越着急，越想追上去。所以我是觉得是你现在啊，更应该关注到一些自己的专业上的事情，更多的关注到自我的事情上面。一个情感对你来说，如果一个爱让你鼠目寸光，如果一个爱让你情绪失控，如果一个爱让你不思进取，这不是这个爱不对，也不是这个爱不够好，而是你对待爱的这个方式错了。所以更多的关注自我，不要去你追我赶。谢谢。真的听得好累，很累。我很理解女生的这种状态。其实你的情感模式在你这个年龄段大体会是这样，不是说因为他的出现你深陷其中，你让自己如此痛苦，可能换成谁你都会是这样子。也许是你内心深处对情感的不安全，导致你在和一段爱情相处的过程中总是把自己逼得很紧，似乎如果我不这么紧密的去关注这份情感，我就无法从这段感情中真实的体会到爱情。但这个方式在你这个年龄段我能理解，但其实我们用一生或者像我们这个年龄站出来去看，其实是给自己增加了很多负累。如果你能够不要那么执着自己的感受，其实这段感情完全可以是一个轻松甜蜜的美好的一种回忆。你所在意的所有的细节都是给你们的感情套上枷锁。就像刚才我跟陆琪老师说，你情感的阈值太高，你让这样一个初涉世事的男孩子去满足你所有的情感需求，去感同身受的体会你内心对情感的这种深刻的依恋，很难。即便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对感情有深刻体会，懂得呵护女人的男人，也很难做到，因为他不是你。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从自己那种对痛苦感受极其敏感的状态中相对的抽离出来。我去做一份工作，我去进一个社团，你会发现，原来生活这么美好，我的学习也美好了，我的爱情也美好了，一切都会美好。去找找自己状态中不对的地方，让自己解脱。其实你的解脱也是他的解脱。如果你放轻松了，我认为你是可以收获一段和他的美好的感情的。但是男生，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女孩子，希望你的心能更宽厚一点，说到的尽量做到，因为她不是一个对待感情轻轻松松那么快乐阳光的状态，那你的任务就重一点，尽量的去体会她的感受，尽量的给她仪式感，也许你们能够坚持走下去。我从另外一个维度看到的你们可能不太合适的点是在于你们的性格以及你为人处事的那种方式截然不同。其实你是很适应变化，就是你可能会经常性的改变你的计划，因为你是要适时而动，就事而为。比如说这会儿我想我一定是会陪你的，好，你就陪了他一暑假，并且你说我觉得我未来我还会回来的，你当时做了那个决定，但是后面你会不断的去调整。同时呢，偏偏遇到这么一个跟你性格完全相反，他一旦认定你说一，你就不能做 1.1， 做了就是你的不对。他内心很笃定，
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希望能够成全别人的人，所以他就纠结。比如你说几次，我都听过你的意见，我都问了你，你同意的我才去做的，对不对？否则比如创业那事儿，如果你当时你就不同意，那我就没必要现在我这个箭我就不发了。但是我现在箭已经都出了，你让我再收回来就难了。所以说呢，你们俩是完全相反。你心里想你就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就不对。但是呢，好，我可以。同样呢，你也是，你嘴上很笃定，心里不笃定，所以你们在一起啊会有无数的矛盾。即使你们真是你到了他的身边，我相信也不能做到说像你想的那样。所以如果你们要决定在一起，就必须充分的了解对方。一个暑假的时间的确是太短，又是热恋的这种膨胀期，什么都可以。但是真真正正异地了，就对你们俩性格的这种特征就完全表露出来了。所以此时的你们呢，都应该冷静下来。我倒建议你先忙你的创业，你先忙你的学业，等大家都稳定下来，或者说是成熟起来，再看看能不能继续在一起。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其实说句实在话，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从这个外在的条件来说，你是不如他的，对吧？对，你也曾经庆幸我追上了他，你也曾经担忧他会因为你的疏忽而失去。但为什么事到如今创业更重要？我觉得是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再这么漂亮得到了不过如此。第2个原因是这个女生她告诉你，我只爱你，所以你开始翘尾巴了。我觉得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一往情深是不靠说出来，是靠做出来。而且你的一往情深也一定不是所谓的仪式感、形式，而是真真正正的要让他体会到我对你是一往情深的。可你老在这儿说，他老用形式来要求他，而且还老是向他展示，如果你不懂我的一往情深，我就展示我的痛苦。但是当你告诉对方，我把我的一切支配权都交给了你，我是不会跑的，我的世界里是只有你的，那么你们之间就发生了倾斜，它就不会有那么重深。我认为所有人在感情和婚姻当中，首先一定是要经营好自己的。你所有的话都在告诉对方，我很闲，我花我所有的时间在想你，我只要你。当你传达这3点内容的时候，你觉得你在他面前还有价值吗？所以其实要让对方重视自己的本身，首先是让自己变得有价值。其实很多人有一种逻辑错误，认为我的世界当中只有你代表最深沉的爱。错误。最深沉的爱是为了对方，也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彼此的将来。我更要努力做好自己，否则我拿什么来爱你？难道只用眼泪吗？那样的爱太肤浅，你说呢？做好自己的事儿，好，经营好自己，就这样。谢老师。这个看到了你们相爱，但是我看到了2个不同阶段。你觉得爱情在你这个阶段是个必需品还是个奢侈品？你也答一下这问题。奢侈品，你觉得呢？我觉得可能是必需品。所以你们已经进入到不同阶段了。男生现在觉得这还是一个表面光鲜的事儿呢，是不是长长久久、久久长长的？我有这个愿望，但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买到，还是一个问题呢？你说的特别对，你真把它当成必需品了。可是在你这个年龄阶段，爱情就不是个必需品，它只能是个奢侈品。要谈就好好谈，别耽误了学业，别耽误了创业，那是生活。来吧，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我们相处这1年下来，我知道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俩之后还会持续异地恋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会去改变我的一些相处方式。你能不能就是答应我的事情，就不说大了，就平时答应我的一些小事情，你能去把我伤点心，就去努力去做到它。
刚刚老师教育过之后，我真的反省到，就是我自己存在很大的问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只要是没做到，那就是没做到。所以我以后一定会很谨慎的去不要随便说一些诺言之类的话，但是我也会尽最大的时间去陪伴你。我希望我真的有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放着他们关于这段爱情记忆的一些东西了，请打开我们的爱情记忆箱。嚯，来，女生那个放的是什么呀？那是我做的一张好人卡。啊。我觉得他一直都对所有人都很好，就一直都是一个老好人的形象。那我就送你一张好人卡，让你接着做好人。啊，男生那个是？那是一直放在我身边的一个电子相册，平时就里面放着我们俩的照片嘛。想他的时候我会经常看，我希望在以后我不在他身边的日子里面，他可以多看看我们的相册，多想想我们的回忆。谢谢两位前辈。来，请关门啊！思想是关不住的，所以别人想什么你是限制不了的。思想其实是有源之水，并不是火山爆发。因此，你要回头想一想，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到底做了哪些事，让别人打开了思想的笼子？记住，生活的点滴决定了爱情的成败。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请看。我就知道那是爱，风当你推开这那台，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上成来。来，有请小话筒，有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谁是我的专属天使，不哭，为我能独占。来来来，这个送给你们，要弹就开开心心的弹，好吗？好，快乐起来啊！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了。专属天使，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